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上周末，英雄联盟 S11 赛季全球总决赛正式落幕。来自中国 LPL 赛区的头号种子 EDG 战队，在5局鏖战之后，终于以3-2的成绩战胜了 DK 战队，举起了冠军奖杯。这也是时隔6年之后 EDG 战队首次登上世界赛的决赛舞台，创造了建队以来的最佳成绩。一时间，国内无数热血观众的欢呼声响彻了大街小巷，央视新闻也在第一时间发送新闻稿祝贺 EDG 夺冠。从2011年到现在，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已经走过了11个赛季。在这11年期间，不知道有多少年轻有活力的少年们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召唤师峡谷，又有多少对电竞充满热爱的人和选手们一起经历了这11年当中的所有欢笑和眼泪。那么本期节目咱们就来讲一讲这一路走来充满了挑战和艰辛的中国电竞发展史。回顾过去的这20年来，电子竞技从一个人人喊打的不良爱好，逐渐变成了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昔日里只能窝在网吧里偷偷练习的电竞玩家，现在已经成为了拥有1000万粉丝的偶像。电子竞技终于翻了身，但这段路却走得远比想象中艰难。中国的电竞起步比较晚，而且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大致始于上个世纪的90年代末，而那时的电竞场所通常都是网吧。1996年5月，中国第一家网吧在上海诞生，随后便迎来了发展高峰期。在街头巷尾和各种不起眼的角落，网吧无处不在。不像现在这些干净明亮的一个个精致的小房间，20年前的网吧往往都是一副阴暗潮湿的样子，充斥着喊叫声、二手烟、不良少年和鱼龙混杂的各种社会人士。1998年，美国游戏公司暴雪发布了一款名叫《星际争霸》的即时战略游戏，受到了大量玩家的好评。而后在2000年时，韩国三星公司出资700万美元举办了一个名为世界电子竞技的挑战赛 WCGC， 这也是后来著名的 WCG 电子竞技奥林匹克的前身。在那个电竞文化还很匮乏的年代里， WCG 的出现立即吸引了大量的电竞爱好者参与，其中也包括了几位我国电竞史上第一批正式选手，而马天元就是其中之一。大学时期的马天元就表现出了在玩游戏方面的天赋异禀。星际争霸问世后，他便开始转战其中。2001年时，马天元团队参加了第一届 WCG， 但很快遭到了淘汰。然而失败并没有让他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更加疯狂的练习。1年后，马天元带着队友们重返了 WCG 的舞台，最终不负众望拿下了星际争霸的世界冠军。颁奖典礼时，马天元和队友披着5星红旗走上了领奖台，成为了中国电竞史上最被人熟记的名场面。凯旋归来之后呢，马天元就接受了 CCTV5 的采访。很快，得益于中央电视台和地方台的轮番报道，人们心中对于电竞的消极认知开始有所转变。然而，由于网吧和网络游戏的发展速度过快，而那时国内又缺乏了对此现象系统性的监管，各种问题也就很快浮现了出来。青少年逃课、泡网吧、沉迷游戏等等各种负面新闻层出不穷。于是2004年4月12日，广电总局发布了一条名为《禁止播出电脑网络游戏类节目通知》，直接给电子竞技行业来了致命一击。禁播令发布后，
电子竞技几乎就从电视节目和其他主流媒体中绝迹。很快，各种负面舆论和社会偏见已经无法控制，电竞彻底被推入了无尽的黑暗。刚刚踏上正轨的中国电竞发展之路就这样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些聪明的人选择了另辟蹊径，开始试图发展网络媒体平台。为了吸引年轻人访问，几个著名的网络媒体平台纷纷推出了电竞赛事转播服务，成为了电竞内容的主要输出窗口。与此同时呢，电竞选手们也在一直努力拼搏着。在电竞行业最不景气的那几年，选手们依旧顶着各方的压力，取得了傲人的成绩。特别是魔兽争霸3选手 Sky， 在05年和06年2次 WCG 世界总决赛中斩获冠军，一举封神，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心中的偶像。然而，困难却没有因为这些选手们的拼搏而丝毫减少。2008年，经济危机突然来临，不少电竞俱乐部开始裁员，同时，很多赞助商也为了自保，不得不从电竞行业抽身，使得本就收入单一的电竞行业更加的雪上加霜。那个时候的中国电竞几乎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电竞选手们也是无路可退，摆在眼前的只有降薪或者退役这两条路。而由于电竞运动员职业寿命本来就很短暂，根本拖不过这场空前的危机，许多天才少年黯然离去。然而老话说得好，不破不立，坠入谷底也许能够激发新的斗志，在黑暗中摸索，说不定也能发现新的道路。2010年，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退去，此时的电竞行业虽然仍旧受困于禁播令的制约，但观众的人数和热情却是在不断上升的。此外，虽然电视上不能播出，但是电竞行业却也因此因祸得福，被迫提早搭上了互联网的新车。若风等一大批知名电竞选手在退役后转型成为了游戏主播，他们借助网络直播平台的崛起，将积累的庞大粉丝成功变现，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中国电竞探索出了新的变现思路。很快，在金融危机后的2-3年内， WE、LGD、IG、皇族等几家俱乐部也相继成立，职业选手们终于有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在资本持续注入的情况下，电子竞技逐渐成熟化，俱乐部也逐渐正规化，电子竞技的盈利方式也逐渐清晰了。2011年11月，包括 WE 在内的国内12家最大的职业电竞俱乐部共同成立了 ACE 中国电子竞技俱乐部联盟，为电竞行业带来了标准化的运营模式，也让外界能够更好地了解电竞文化，并创造了更多的收入。从这时开始，中国电竞正式走上了高速发展之路。2016年9月，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正式增补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也开创性地开设了电竞专业。2018年，在英雄联盟 S8 全球总决赛中，王思聪旗下的 IG 战队以3-0的成绩碾压对手，获得冠军，也成为了首个夺得该赛事冠军成绩的中国队伍。1年后的 S9，FPX 战队续写了胜利的篇章，再次摘得了冠军的桂冠。而到了今年 S11 的赛场上， EDG 战队又为中国拿下了英雄联盟全球赛事的第3个冠军，中国赛区 LPL 也终于成为了世界第1的赛区。获胜当晚，全国各地，特别是高校的宿舍楼，爆发出年轻人们惊天动地的欢呼声。央视新闻等多家官方媒体也纷纷发布新闻祝贺胜利。伴随着鲜花与掌声，电竞终于从幽暗的网吧、冰冷的板凳、漆黑的岁月里走出来，迎接了未来更多的可能。时至今日，随着全国各地多项扶持政策的出台，赛事影响力的提升和用户规模的扩大，由上游内容授权、中下游衍生内容及传播组成的电竞产业链日渐完整，
并且衍生出了直播经济、城市名片、硬件创新、场景激活、IP 开发、生态赞助等多种商业模式，也吸引了更多投资的布局进入。根据专业机构的预测，2022年中国电竞市场的规模将增长至1843亿元。回望这过去的20年，中国电竞以不同的身份出生、存在、抗争、消亡、崛起过，仿佛存在于无数个平行时空当中。他身上的标签换了一个又一个，终于从不务正业变成了中国荣耀。关于中国电竞的下一个20年，我认为正如丘吉尔的一段名言所说，争议会继续，失利也会常伴，最重要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从幽暗中来到光明里去。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